亲爱的朋友，当你有心观看到这段视频，这预示着你和你的家人即将迎来好运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全家即将走出困境，所有的不幸和困扰都将离你们远去。幸福、健康和财富正向你们招手，今晚你可以安心地进入梦乡。八喜、八福、八好，这些美好的事物明天就会降临到你们家。接受这份祝福，意味着代代都将享有财富，钱财源源不断，怎么花也花不完。快来点赞，让财神爷感受到你的诚意，从而让你的财运和健康更加稳固。有福之人在评论中留下一句祝福：愿你们的生活事事顺心，富贵临门，幸福满意。愿疾病和霉运永远远离你们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立冬作为24节气之一，标志着冬季的正式到来。自古以来，立冬不仅仅被视作季节的转变，更象征着温暖与舒适的开始。与夏日的热烈不同，冬季的到来往往带有一种宁静与内敛的氛围。大地逐渐进入休眠，万物收敛生机，象征着一年四季的轮回。立冬不仅提醒人们气温的变化，更是提醒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的节律，调整生活与心态。它是一种岁月的流转，也是一种心境的变化。在古人的眼中，立冬并非简单的季节更替，而是代表着一种大自然的变动，是生命的深藏与内养。冬季的寒冷促使大地暂时沉寂，万物进入休养状态，为来年春天的再生与繁荣积蓄力量。立冬的到来使得自然界的一切进入一种安静而有序的节奏，仿佛一切都在默默积蓄能量，等待春天的复苏。人们把立冬视为一种藏的时刻，这种藏不仅仅是外在物质的积累，更是精神和生命力的收敛。古人认为，在这个时节里，人们应当减少外部的欲望，专注于内在的修养和积累。这不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储备，也表现在身体和心灵的调养上。立冬时节的寒冷使得人们逐渐调整作息，早睡晚起，减少消耗，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。而这种调整也帮助人们从内心深处感知到冬季的节奏，找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方式。而这种对藏的理解也在立冬的风俗习惯中得到体现。古人讲究理财与储蓄，认为在冬季积攒财富和资源，是为了迎接来年的丰盈与机遇。人们在这个时节往往会停止不必要的开销，专心积蓄，以期为新的一年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。立冬作为一年中的收获时刻，象征着对未来丰收的期待。这个节气不仅提醒人们要审视过去，更激励着人们为未来蓄力，迎接下一次的春华秋实。在精神层面上，立冬的文化意义也深深地影响了古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。立冬不仅是自然界的一种变化，也是心境上的一次调整。在古代，
人们通常会在立冬这一天进行祈福活动，祈求祖先的庇佑与自然的庇护，希望来年能够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家庭安康。通过祭祖、祈福等仪式，古人将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寄托于这一时刻，寻求一种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敬畏。立冬是一个关于藏和养的节气，它让人们在寒冷中停下脚步，反思过去，积蓄力量，为未来做好准备。这个节气不仅是自然的转变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，让人在四季的变迁中感悟时间的深意，调整内心的节奏，从而迎接更充实、富足的一年。在立冬这个节气中，除了深刻的文化意义，人们也会通过丰富多彩的庆祝习俗来迎接冬季的到来。这些习俗不仅体现了对冬天的敬畏和期待，还蕴含着对未来丰收和安康的美好祝愿。立冬的庆祝活动通常包括祭祖、祈福、聚餐等形式，传承着古人对自然节律的感悟和对家庭团圆、财运兴旺的期许。在传统的习俗中，祭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仪式。立冬是一个象征着收获和储备的时刻，祭祖活动通常在此时举行，既是对祖先的怀念，也是为了祈求祖先的庇佑。在许多地方，人们会在家中或祖坟举行祭祀，奉上香火和祭品，表达对先人的尊敬与感谢，同时希望能够得到祖先的庇护，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安健康，迎接来年的好运。祭祖不仅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，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，让人们在立冬时刻通过仪式感连接过去与未来，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愿望。此外，祈福也是立冬重要的庆祝方式之一。很多地方的民众会在这一天进行祈愿活动，希望来年能够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在农村地区，尤其是农业社会，立冬的到来意味着一年四季的劳作接近尾声，农民们会通过祈福祈求一年的辛勤劳作能得到回报，盼望未来的天气能够适宜，农作物丰收。即使到了现代，许多人也依然会在立冬时进行一些简单的祈愿仪式，如焚香、点灯、写祝福卡片等，表达对健康、家庭、事业的祝福。而在民间，立冬的庆祝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吃。每逢立冬，很多地方的家庭都会举行丰富的聚餐，尤其是吃一些具有温补作用的食物。北方地区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，饺子是立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。饺子形似元宝，象征着财富和吉祥。传说中，立冬吃饺子可以避寒保暖，还能带来好运与财富。饺子里可以包入各种不同的馅料，尤其是肉类、蔬菜和鲜香的香料，味道丰富，给寒冷的冬季增添了一抹温暖与色彩。每一口饺子都像是在享受岁月的馈赠，既是对食物的赞美，也是对未来的期许。南方的立冬习俗则略有不同，许多地方会选择食用鸭肉。南方人常常以吃鸭来庆祝立冬，尤其是老鸭煲、
象征着温补和滋养。鸭肉性温，能够有效地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，抵御寒冷的气候。而将鸭肉与萝卜一同炖煮，则形成了一道滋补的佳品。萝卜的清甜和鸭肉的浓郁相互交融，既暖胃又养生。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老鸭煲，不仅能够驱寒，更能够滋补身体，为迎接冬季的严寒做好准备。南北饮食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的风俗文化，也体现了人们根据气候和自然条件调整饮食的智慧。在一些地方，立冬的庆祝活动还与储蓄密切相关。正如前文所述，立冬被认为是积蓄的时机，因此很多家庭会在这一天调整理财方式，避免过度支出，注重储蓄，以期为来年做好财务准备。立冬的储蓄不仅仅是指物质财富的积累，也包含了人们在精神和能量上的积蓄。通过减少外露与不必要的消耗，集中精力储备力量，人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以充沛的精力和更强的财运迎接新一年的挑战。这些习俗虽然在不同地区和家庭中有所不同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：庆祝生命的蓄势待发，祈愿未来的幸福与丰收。立冬不仅是大自然的转变，更是人们调整生活节奏，反思过去，期待未来的时刻。通过这些庆祝活动，人们与自然的节律相呼应，调和内心的节奏，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做足准备。在立冬的传统文化中，除了节气的调整和庆祝的习俗外，风水与财运的联系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。立冬不仅是自然界收敛的时刻，它的到来也被视为一种藏的力量，象征着潜在的财富和能量的积累。因此，许多风水学说都强调，立冬是调整家居布局、理财规划、储蓄能量的最佳时机。无论是家中的风水布置，还是个人的财运安排，都可以通过一些细微的调整来引导和积蓄来年的好运和财富。首先，立冬在风水中被认为是藏气之时。随着寒冷的到来，阳气逐渐收敛，风水时常提醒人们在这个时节注重保护家中的气场。立冬前后，许多家庭会对家居进行调整，尤其是在家居环境的布局上做出一些细微的改变，以便为财运的积累和流转创造良好的条件。比如，立冬时节，家中的门窗要保持密闭，避免寒气外泄，形成一个温暖、封闭的空间，使家庭成员能够在这个收缩的季节中安享内在的安宁与温暖。同时，家中的照明灯光可以适度调整为暖色调，红色、橙色等暖色系的灯光能够增添温馨感，并且帮助调动家中的气场，提升家庭运势，增强财运的流动。此外，在风水上，立冬的藏气特性也与家庭财富的积聚密切相关。许多风水学说建议在此时进行财运的整理与规划。人们常常会在立冬这一天进行一些理财安排，比如减少不必要的开支，避免过度消费。
这是因为立冬在风水上被视为藏富的时刻，通过减少支出、积累储蓄，可以为来年的财运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家庭成员可以趁此机会进行财务规划，设立储蓄目标，减少不必要的浪费，为未来的机会做好准备。同时，立冬时节也是许多企业的年终总结期，很多商人和创业者会利用这个时机评估过去一年的业绩，并根据风水学的理论调整公司或商铺的布局，增强藏财能力，以期来年生意兴隆。在个人的财运上，立冬的到来同样意味着一个机会的积累期。立冬是能量蓄积的时刻，就像冬季万物在静默中储存力量，待春天的到来再进行爆发。因此，在个人理财方面，很多人会选择在立冬时节进行投资规划，挑选低风险、长期稳健的投资方式，尽可能确保财产的稳步增长。这一时节，人们往往会避免过度的冒险投资，转而选择更加稳妥的方式来增加财富的储备。在风水上，有一些讲究也被认为能够帮助人们增强财运。比如，家中的财位通常会在立冬时节进行清理和整理，将不必要的杂物清除，为家中财气的积累腾出空间。此外，立冬期间，在家中的财位上放置一些象征财富的物品，如金元宝、招财猫、五帝钱等，被认为有助于吸引财富和好运。从风水角度来看，立冬的季节特性与五行的水元素密切相关。在五行学说中，水代表着财富与流动，立冬属于水季节，因此此时如果能够增强家中水的象征物，也有助于带动家庭的财运。例如，在财位放置水族箱、装饰性水池，或是在家中摆放流动水的装置，都被认为能够激活水的能量，促进财富的流动与积累。此外，立冬时节还可以通过调整家中风水摆设来增加贵人运和人气，保持家庭和谐，促进事业上的顺利发展。立冬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，也代表着人际关系和事业运势的静养与积蓄。因此，通过调整家中的布局，确保家庭气氛的和谐稳定，也是提升整体财运的重要一步。最后，立冬的风水调节不仅仅局限于家居环境，也影响着个人的穿着和日常行为。在服饰上，立冬被认为是一个藏的季节，许多人会选择穿着黑色、深色系的衣物，以象征低调内敛的态度，避免外露和不必要的炫耀。这种衣着上的选择，不仅与自然节律相呼应，也有助于调整个人的心态，避免过度消费，集中精力进行内在的积累与准备。与此同时，在立冬这个节气里，很多人也会选择给自己制定新的理财目标，调整自己的消费观念，力求保持一个稳重、内敛的心态，为来年的财运积蓄更多的能量。通过这些风水与财运的调整，立冬不仅成为了一个象征寒冷和收敛的季节，也为家庭和个人的财富管理、运势提升提供了许多机会。它提醒人们，
在大自然的节律变化中，我们可以通过内外的调整，为未来的丰收和幸福打下坚实的基础。随着立冬的到来，冬季的养生和生活调整变得尤为重要。冬天是一个阳气收敛、阴气渐盛的季节，人体的生理节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。因此，在冬季，适当的生活调整不仅有助于增强体质，也能促进健康，提升整体的运势和财运。在这个时节，养生的关键是脏和养，即保持内在的温暖和充沛的能量，以应对寒冷天气的挑战，并为来年的生长与发展积蓄力量。首先，冬季的作息时间需要进行合理调整，以顺应自然的节气变化。传统养生学认为，冬季是人体休养生息的时机，因此，冬季的作息要遵循早睡晚起的原则。这个季节阳光不足，天寒地冻，早起容易耗损阳气，反而影响身体的健康。适当延迟起床时间，有助于保持体内阳气的蓄积，使身体获得足够的休息和恢复，从而增强免疫力，预防冬季的常见疾病。与此同时，充足的睡眠不仅能改善人的精力，还能帮助人们维持较好的情绪状态，从而为日后的工作和理财提供充沛的动力。保持充足的休息，不仅有益于身体健康，更有助于提升财运与运势。因为一个精力充沛、身体健康的人，更能抓住工作和生活中的机遇。其次，冬季养生还特别注重食补。寒冷的气候往往使人体消耗更多的能量，因此在冬季，适当的食补能够为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和营养，维持体内的温暖和活力。饮食上，应以温补、滋养为主，避免寒凉食物，尤其是生冷、冰凉的食品，因为这些食物容易损伤体内的阳气，导致寒气入体。冬季宜多食用羊肉、牛肉等高蛋白、高热量的食物，具有温暖身体、增强抵抗力的作用。汤类也是冬季养生的好选择。煲汤不仅能提供丰富的营养，还能通过温暖的食物帮助人们驱寒保暖。特别是加入当季的食材，如萝卜、枸杞、桂圆等，能够促进气血循环，增强身体的内在力量。此外，冬季还需要注意保持室内环境的温暖与湿润。干燥的空气不仅会对皮肤造成伤害，还容易导致呼吸系统的不适，因此保持适当的湿度尤为重要。可以在室内放置加湿器，或者通过摆放一些绿植来调节湿度，保持空气的清新和湿润。同时，家中应注意保持温暖，适当增加取暖设备，保持舒适的温度环境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，减少因寒冷引起的肌肉僵硬与关节不适。冬季养生还注重适度的运动。尽管冬天气温较低，但适当的运动依然对保持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特别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可以选择户外活动，如散步、慢跑等，享受阳光的温暖，提升身体的阳气。即使是寒冷的天气，
也可以选择在室内做一些轻柔的运动，如瑜伽、太极等。这些运动既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又能放松身心，增强内在的能量。冬季运动的关键是不要过度剧烈，要循序渐进，适量适度，保持身体的活力。在精神调养方面，冬季的养生还强调情绪的调节与心态的平和。冬季是一个静养和反思的季节，人们应尽量避免情绪波动过大，尤其是在繁忙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下，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安定非常重要。冥想、读书、与亲友相聚聊天等，都能有效放松心情，减轻压力，提升人的情绪状态。保持心情愉快、内心平和的人，往往能更好地迎接生活中的挑战，吸引更多的好运与财富。因此，冬季也是调整心态、蓄积能量的好时机。除了这些具体的生活调整，冬季还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时节。许多人在这个时节会着重进行财务规划，调整个人的理财方式，避免过度的支出，确保自己在未来的一年里能够稳步增长财富。立冬被视为藏富的时刻，因此在这个季节，人们通常会减少消费，集中储蓄，专注于积蓄资源，为未来的丰收做好准备。这种节制的生活方式不仅符合大自然的规律，也有助于提升个人的财运和生活质量。冬季的养生与生活调整，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寒冷天气的挑战，更是为了顺应大自然的节律，蓄积内在的能量，准备迎接新一年的机遇。通过合理的作息、饮食、运动和心态调整，人们可以在冬季保持身体健康，提升精神状态，为未来的事业发展和财富积累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而这一切都源于人们对自然变化的深刻理解和顺应。立冬作为一个深具文化内涵和自然意义的节气，它不仅是季节的更替标志，更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时刻。随着气温逐渐降低，阳气收敛，冬季的到来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契机来调整生活节奏，加强身心养护，并为未来一年的运势和发展积蓄力量。在这个节气中，无论是饮食、作息还是衣物搭配，传统的习俗和风水观念都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变化的深刻理解与顺应。立冬的文化意义体现了对自然节律的敬畏和对生命循环的尊重。古人认为，冬季是一个储备与积蓄的时刻，是万物潜藏力量、静待春生的阶段。人们通过节令变换，适时调整自己的行为与生活方式，表现出对自然周期的顺应与智慧。这种顺应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调养，更是一种精神和心态的调整，提醒人们在冬季收敛外放的能量，静心积蓄内在力量，期待来年春天的爆发与繁荣。在庆祝习俗上，立冬是一种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时刻。无论是通过祭祖祈福、家族聚会，还是品尝具有象征性的食物，如饺子、老鸭包等，都蕴含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。
每一道传统美食的背后，不仅是对当下生活的慰藉，更是对未来一年的希望与期待。特别是在立冬的饮食习惯中，无论是南方的老鸭包，还是北方的饺子，都是通过食物来传达温暖、富足与吉祥，体现了对家人健康与财运的祝愿。从风水与财运的角度来看，立冬的到来也常常成为人们调整财务规划的重要节点。冬季是一个积蓄与藏匿的时机，象征着为来年的财富积累做好准备。传统上，人们会选择穿上黑色或深色的衣物，象征着收敛和低调，而通过这些细节上的变化，提醒人们在冬季减少外露的消费，专注于内在的积蓄与稳步成长。这种风水上的调节强调的是一个稳重、内敛的心态，这样才能在来年春暖花开时迎接事业和财富的春天。与此同时，冬季养生的理念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。从早睡晚起、适当食补，到充足的休息与运动，冬季的养生注重的是藏和养，强调身体和心灵的内在积蓄与调养。在寒冷的季节中，保持温暖和精力充沛，能为来年春天的生长和发展提供足够的能量。通过适度的调整作息、饮食和生活习惯，不仅能增强体质，还能有效提升个人的运势和财运。立冬的所有习俗和生活调整，都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寓意：顺应自然，调整身心，积蓄力量。在这个时节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被视为是实现个人和家庭幸福、事业成功和财富积累的基础。正如大自然的万物在冬季藏匿力量，等待复苏，立冬也提醒人们要通过藏富、节制、积蓄等方式，为未来的丰收和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无论是通过风水的调节、饮食的滋补，还是作息的调整，立冬赋予了人们一种稳重、耐心的生活态度。它提醒我们在看似寂静的时光中，保持内心的清明与平和，等待时机成熟，迎接新的机遇。因此，立冬不仅是一个季节的转变，它也承载着深远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智慧。通过遵循这一节气的习俗与生活原则，我们不仅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，还能更好地把握住新一年的机会，为未来铺设更加坚实的道路。立冬作为一个重要的节令，不仅关乎外在的气候变化，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内在调整与心灵成长。通过每一项精心的安排与调整，人们将在冬季积蓄力量，蓄势待发，迎接更加美好和富足的未来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